天上下仙女了！小的们，抄家伙，给这个娘们绑了！听好了，今天要是让这只不爬跑了，你们就给大王下山要饭去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我靠，太他娘的漂亮了！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的肮脏凡人，今日竟敢围观我，找死！我去，好硬的脑壳！哼，我就说嘛，本大王天生神力，怎么可能有人扛得住？大王呀，这可是一个绝世美女，您真的下得去手啊？美女能当饭吃吗？赶紧动手，再磨蹭，等他家里人带着官府找过来，你们就给老子殿后！您快看这身段，这不就是您天天念叨最标准的压寨夫人吗？发财了！这他娘的就是根普通红绳，怎么比牛筋还结实？拿来吧你！要不把这手剁了？大王，要不先带回去？你们那是什么眼神？有没有点职业道德？咱们做山贼的也要讲道上的规矩，求财不求色。先收兵，回山。哎，大王，这莫非就是您给我们找的压寨夫人？滚滚滚！我去，里面藏了个绣花针吗？一个个脑子里都装的什么？老子只求财不求色！造孽呀！大王是真下得去手啊，暴殄天物啊！一根破红绳都这么邪乎，那这子玉手镯还得了？姑娘，你先委屈一下，等本大王将来修仙有成，必定找来名丹妙药，回来帮你断肢重生，顺手再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这山里什么鬼天气？说冷就冷。我操啊！仙人姐姐，有话好好说。吴身上的东西呢？吴说的不是这个。我就拿了这个发簪啊，别的真没看到。武神之息，这不可能。那个仙女姐姐，有话好好商量。我魂比较杂，没啥价值，千万别抽我的魂。二哥，大王不会有事吧？里面怎么叮当响啊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情感。武神塔竟然真在他识海中，这不可能。你信我？美女仙人，我爹死得早，也没个交代，山上的长辈就给我取了个纯姓，纯洁的纯，希望我心性纯洁，为人善良。完了，这个女人脑子好像不大对。仙界那帮人神不神鬼不鬼的东西，恐怕做梦也想不到，在这凡俗界的穷山恶水中，竟藏着一个五脉后人。吴，现在给你两条路，第一条死，第二条做吴的人奴。我选第三条。这第三条路，你想要一条什么样的路？仙人姐姐，我就是个没本事的凡人，杀了脏手当奴都不配。等我修仙有成，给您抓帅气仙人当奴咋样？你的意思是先去修仙，让我好好看看五脉之人如何踏入仙道。去外面候着。怎么样了？那个姑娘是不是成压寨夫人了？成你妹！屋里那个娘们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，赶紧拿着钱跑！那大王你呢？那魔头的目标是我现在不能走。不行，咱们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跟他拼了！对，跟他拼了！跟他拼了！好啊。他们这帮粗人没见过世面，胡说八道呢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我操，就不能让我交代两句遗言再走吗？仙女姐姐，您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带你去修仙。我操，发财了！令在人在，令无人死，10年之内达到金丹期，否则死。瞧不起谁呢？劳了堂堂穿越者，妥妥的天才。我去，好多的仙人！此地乃东境飞仙台，
每10年招收一次弟子，你随便加入一个宗门。总算走了。无处不在，你小子嘴巴放干净点。这娘们不会在我身上装了什么监听器吧？得赶紧学修仙功法，把阴气去了。哎，兄台，你们怎么搞得这么着急？因为各大宗门每10年招收的弟子名额都是有限，先到先得，去晚了就只能等下个10年了。先到先得。让让，本大王赶时间。你干什么？排队去。怎么不服？练练。无灵根不合格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就让给本大王来亮瞎你们的狗眼吧。无灵根，下一个。啥？无灵根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一主角，怎么可能连个灵根都没有？那等一下，可能本大王是这只手没洗干净，换这只手试试。我操！你这破石碑是不是坏了？坏什么坏？赶紧给我滚一边去！再捣乱，信不信直接把你轰下山去？你看看那边那些人，哪个不是跟你一样梦想着自己天赋异禀，结果没有仙缘就是没有仙缘，认命吧！这个不对劲啊！本大王从小就天赋异禀，怎么可能没有修仙灵根？热烈的马，本大王这是不是有点给穿越者丢人了？给个杂灵根也行啊！10年金丹之约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，难道我注定要被那疯婆娘活活捏死吗？你是杂灵根吗？我宗门正好需要一批杂灵根弟子做杂役，你要不要加入？要啊！行吧，那你跟我走。所有人上飞手！你别乱跑，跟着我。小妞长得还挺带劲，比那冷面娘们强多了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把眼珠子给你挖出来！赶紧跟上！我去，杂役弟子连走大门的资格都没有。小姑娘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什么小姑娘？叫我师姐。个头还没我高，让我叫师姐。那我什么时候就能修炼？杂役弟子需干满3年杂役，才可以获得本门的初级炼气诀。啊，3年！热烈的马，怎么感觉像是上了这小娘们的贼船了？到了。尼玛，这生活条件连黑风寨的一半都比不上，修个仙，生活质量还倒退了。拿着，这是你们的身份令牌。杂役弟子，宗门不管伙食，需要你们自行糊口。啊，牛马至少也会关口饭啊！拿去吃吧。这个莫非就是传说中能装万物的储物袋？你看什么？我走了，你自己找个房间住吧。溜得真快。还在他妈睡懒觉？当这里是你家吗？赶紧给老子起来干活！别闹，让本大王再睡会儿，你们先下山去抢。直接给老子拖出来！怎么回事？这么早就要起来干活？王管事，小小薄礼，不成敬意。你小子懂事儿。外门重阳峰刘师兄那里有2片药园子，需要给灵草浇水，这活儿就交给你了。多谢王管事。我去，这他娘的潜规则在哪个世界都这么流行啊？你去青竹峰刷马桶。啥？刷马桶？晚点本执事过去检查，有异味你小子就用嘴给我舔干净。你个老小子，再说一遍，你想让本大王干什么来着？找死！那个兄弟，之前跟你开了个玩笑，你要是不喜欢这个活，我这给你换一个。换一个？对，给你换一个。丹霞峰的王师姐正缺一位丹童打杂，这个美差就交给你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弄死他！谁弄死他，丹童的活就是谁的。原本卸你条腿就算了，
你这老小子还真是不知死活。这家伙就是个疯子！老子还是找个山头插旗，重操旧业当山大王去，不受这个鸟气了。迷路了。啊！师兄，你干什么？师兄，你干什么？只要丹药一到，你筑基有望。现在就不能先让师兄收点利息吗？我去，这是野外交易，还是两个肥点子，发财了！修仙界的业务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你丫的太丢人了！这种货色也能给你迷得神魂颠倒？这储物袋里的宝贝要是拿不出来，那岂不是白忙活？滴血认主。我就说嘛，重操旧业才是修仙的正确姿势，开局就致富，不愧是山大王。就是这秘诀怎么跟天书一样，根本看不懂啊！看来想入道必须要上山啊！别说，还挺合身。确定看起来不像山贼，出发！根本没人注意到本大王这个新人，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仙家洞府了。兄台，你也是住这片吧？本大，我那个洞府有点漏水，请问一下，想换个洞府需要去哪里登记？换洞府不用登记，看中哪个院子直接敲门挑战就行，打过他，洞府归你；打不过，那就准备躺1年半载吧。这里才是本大王该来的地方。师弟，山顶上住的都是炼气后期和炼气大圆满的师兄，去不得啊！这个不错，还带阵法，一看就高端大气上档次。这一板砖下去，怕是有万斤巨力了吧？死胖子，你这地盘本大王征用了。等等！这也太他妈轻松了吧！炼气7层的方师弟，居然被他一击撂倒了！你妹的，本大王不会锤错人了吧？你是来挑战我的吗？对，本来是挑战你，结果本大王搞错了，那这胖子就当热身了，你来接招吧！光靠肉身就把炼气7层排匀，少说也是个炼气巅峰。既然师兄看上了这里，那师弟我就送给您了，往后还请师兄多多关照。师兄，我叫李玄风，此物是这座洞府的阵法枢纽，您拿着，挑战就不用了。告辞。干！忘了问他这玩意儿怎么用了。这好像是打开洞府的钥匙，还不会用啊，怎么办？那个兄台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纯属误会，打错了，下手也太没分寸了，一句认错就想了事，我背后可是有同人撑腰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定会去宗门知识厅禀明此事。还要去打小报告，我好生与你说话，你倒是不知分寸了。既然如此，便在你前去申诉前，好好教你懂些规矩，横竖不过宗门责法罢了。你不用看了，那个叫李玄风的家伙，刚才已经被本大王打跑了。那个师兄，不打不相识嘛，都是误会。我皮糙肉厚，没有将你的手割疼吧？师弟，我很看好你，来帮个忙，教教本大王这个怎么用。师兄，我从未见过您，您是新入门的外门弟子。这种猛人怎么现在才入门？喂，胖子，想什么呢？快点，别磨磨唧唧的，赶紧给本大王把防护罩去了。
错，这才像点样子。果然从茅草屋到豪宅只差一记闷棍的距离。师兄，我就住您隔壁，随叫随到。行，那你先回去吧。你妹的，怎么还给羞困了？难道本大王不是修炼这块料？难道是太饿了，注意力不集中的原因？吃饱喝足，开练！纯师兄，今日下午刘长老在传功亭开讲，您去不去？去啊，干嘛不去？正愁没人指导修炼，瞌睡就有人送枕头。我去，这不是昨天那一对野鸳鸯吗？难道他们本就是守山弟子，翘班又会被我撞上？方师兄好。这位是我们青竹峰新来的纯师兄，还不赶紧行礼？纯师兄好。能让炼气7层的方师兄称师兄，境界必定更高。方师兄这是提携我。不错，我很看好你们，加油干！多谢纯师兄，是不是要给这位师兄送礼？可惜昨天被打劫，只能回家凑钱了。纯师兄爱看美女，回头得弄一份外门美女榜单送给他。怎么一个个都看着那么穷？纯师兄，刘长老讲解的是剑法，每一堂课都是爆满，咱们赶紧去抢占一个位置。剑法，你不早说，这不白白浪费时间吗？方师弟，我先眯一会儿，等会儿开课了叫我。方师兄，白师妹，这里，你的位置我已经帮你站好了。咦，这脸蛋儿，这身段，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这不是前天带我入门的那个杂役弟子吗？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操，有穿帮！你给我转过身来！白师妹，不得无礼，这位可是新来的纯师兄。纯师兄，方圆炼气7层，只结交强者。难道这杂役是炼气8层？不可能，他前天才上山，怎会修为暴涨？方师兄，你别被这个家伙骗了，他就是个杂。杂什么杂？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没礼貌？上来就要骂本大王是杂碎！纯师兄息怒，息怒！白师妹她年轻不懂事儿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懂事儿也不能随便骂人。也就是本大王脾气好，换做旁人早把你扔出去了。外门传功堂，门规森严，杂役怎敢冒摸外门弟子？方圆精明从不抱若待团，一个无灵力的杂役怎会被尊称为师兄？明明看着眼熟，可他怎么混进传功堂，还让方圆如此恭敬？那个纯师兄，您是什么时候入门的？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您？白师妹，这位纯师兄是昨日才入门的，有可能你之前出任务招弟子时见过一面，所以才觉得眼熟吧。这么巧，我前天刚带杂役上山，昨天就冒出一模一样的纯师兄。纯师兄也是我们青竹峰的？对啊，纯师兄昨天刚上山就击败了李元峰，夺了他的洞府，现在就住我隔壁呢。什么？李元峰？他怎么击败的？应该是一招击败的吧，毕竟纯师兄毫发无伤。一招？纯师兄，实在对不起，是我眼拙，认错了人，还请师兄恕罪。不知者无罪。多谢师兄。小丫头只是暂时被唬住，一旦去杂役峰打听，迟早暴露，必须彻底打消她的疑心。师妹，看你态度诚恳，本大王，师兄我也不是小气的人。这个就当是见面礼，送给你了。煮鸡蛋！什么？煮鸡蛋？那可是1万攻心点排队3年才能换的宝贝，黑市都要2万灵石起步，这位师兄竟然随手就送人啦！本想着花钱消灾，不引起注意，这下好了，特么的成全场焦点了。这条金大腿果然没有选错，出手就是筑基丹。白师妹，还不赶紧谢谢纯师兄？谢谢纯师兄。你妹的，现在说拿错了，不知道还要不要得回来。师妹，像纯师兄这般为人豪气的可不多见，以后你可好好报答人家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，大大方方拿着，不就是一颗筑基丹吗？本大师兄我平时都是当豆子吃的。这装逼的毛病得改改了。不过至少短时间内，
我的身份不会被人怀疑。等本大王入了道，狠狠干他一票大，补回来就是了。他就是外门藏剑锋的大长老顾长风，外号斩修罗。今日讲授剑士，凝结出自己的剑心，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剑修。但在凝结剑心之前，必须要领悟剑意，而剑意之机在于势。完全听不懂，一上课就犯困。那个弟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纯小白。纯小白，名字倒是有趣。刚才我讲的剑士，你有何见解？见解？我都听不懂，哪来的见解？怎么说不出来？还是觉得我讲的都是废话？回长老，弟子觉得剑士这东西讲究的就是一个劲儿，跟我老家的刀法差不多，劈砍起来要够狠、够猛、够果断。哈哈哈！好一个够狠、够猛、够果断！虽然言辞粗鄙，却道出了剑士的真谛。你过来，拔出你的剑，对我使出你最狠的一招。长老，我不会用剑啊！用这把，随便刺一剑。好纯粹的刀式，竟然能以刀式化剑士，悟性极高。所有人跟我去演武场。赵无远，你过来。天哪，居然是赵师兄！他可是外门剑道弟子中排名前10的天才。听说他去年年底就领悟了剑意雏形，今年年底必然能领悟剑意，成为内门弟子。我上次远远看过赵师兄练剑，那剑光跟月华一样，快到我眼睛都花了。这个老家伙是真想玩死老子！让我看看这小家伙刀法究竟到达了什么境界。赵无远，请赐教。师兄为何不动用灵力？既然师兄只切磋剑道，那为表敬意，我也不动用灵力。我们只以纯粹的剑法一决高下。啥？你确定？你也不动用灵力？我的剑，即便没有灵力加持，也足以败你。那行，师弟，请赐教。我操！赵师兄的剑法果然名不虚传。是啊，直接给他吓趴下了。短短2剑，反应速度、危机预判远超常人，这不是死练能练出来的，是千次生死磨练刻进骨子里的本能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？刀魂，整个天南境已有数千年未出一位刀魂刀客，青云宗竟出了这等奇才。我乃是青云宗外门前世天才，怎会轻易落败？我操！不讲武德！胜负已分，不用打了。顾长老，不必多言，你2人都不错。你胜在剑势掌控沉稳，他胜在刀剑法已入登峰造极之境。原来我这么厉害的吗？行了，都散去吧。纯师兄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一位隐藏的剑道天才。过奖过奖。这般厉害的师兄，我当初竟错认成杂役弟子，真是太没眼力见了。2位师兄，我就先告辞了。白锦儿是带我上山的人，拉拢住他，请教修炼，最稳妥不过。那个白师妹，我洞府还有不少多余的丹药，放着也是浪费。你要是不嫌弃，跟我上去都拿走吧。日落时分邀我去他洞府，这用意未免太明显了。白师妹，
快去啊！纯师兄这等天才，随便指点你几句，都胜过自己苦修10几年。白送丹药还磨磨唧唧，至于吗？那好吧，希望纯师兄不是自己想的那种人。来，师妹，这些是我吃不完的丹药，送你了。我脸皮什么时候这么厚了？多谢纯师兄。行了，师妹，来，帮师兄一个忙。他不会是想和我教我怎么引气入体？引气入体？难道打败李玄风、夺洞府、碾压赵无缘，全都是在未修炼的情况下做到的？你是那个杂役弟子？没错，本大王就是你带上山的那位杂役弟子。不过本大王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我的身份泄露出去，你也会跟着一起完蛋。他难道要杀人灭口？放心，本大王不会杀人灭口，因为你手里的筑基丹就是我抢来的。所有人都看见你收了我的筑基丹，我一旦被抓，你带我上山收下脏丹的事儿，谁都瞒不住。原来那些丹药都是抢来的！我去，怎么还吓哭了？你给本大王闭嘴！只要乖乖保密就行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我只要保密，你真的不会举报我？不对啊，不该是我怕他举报吗？怎么反过来他怕我？只要你不揭穿我，我就绝不供出你，咱们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当初是我第一次收弟子，如今出了事，我也要担识人不明的罪责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本大王又不吃人，以后跟着我混，有我一口肉，绝不让你喝汤。快，好好教我怎么引气入体。你真的是山贼？怎么看着不像？没有，我们开始吧。引气入体是修仙第一步，放空心神，心语一通，感应天地灵气。我去，这冥想怎么越想越犯困？纯师兄，不能只放空心神，要把全部意念集中在眉心，凝神感气才行。原来如此，再来。他人其实不坏，比起那些伪君子好多了。纯师兄，醒醒！我又睡着了。那个小师妹，你老实说，你教我的是引气入体法门，还是专门哄人睡觉的催眠诀？我教过不少师弟师妹引气入体，他们都没问题的呀。别人都没问题，难道是本大王自己的问题？那引气入体一般最快要多久？青云宗最快记录一息入道。这么快？引气入体只是感应灵气，入道却是引灵气入体运转大周天，直接突破炼气1层。那最慢的呢？悟性再差，3天也能感应到第一缕灵气。我悟性向来逆天，凡间武功看一遍就能学会大半，怎么修仙反倒不行了？难道是因为没有灵根？行了，你先回去，让我自己琢磨琢磨。哦。难道真要打道回府，回黑风寨等着当山大王？不行，我纯小白堂堂黑风寨3代单传，打小天赋异禀，岂能栽在修仙路上？身体没毛病，白天那种状态，难道是修仙祖宗显灵？关键时刻上身借力？不可能！再来一次！我去，六感暴涨，力量、速度都提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。莫非这是我的专属暴走模式？我就说嘛，本大王打小天赋异禀，怎么可能是修仙废柴？老子感应不了灵气，直接吃下去总行了吧？尼玛，这才是老子专属的修仙修炼方式！我操，灵力外放，远程攻击！本大王果然是天才，就这么莫名其妙入道了。再试试开暴走模式，还会不会直接虚脱？开！这是给我传送到哪儿了？这不会是内功心法吧？修仙世界给我凡间心法有啥用？莫名被拽进这诡异空间，不能白来一趟，把这些符号记下来，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。
修仙功法引天地灵气为己用，是借道，求与天地同寿。武神诀纳万物本源，淬炼神躯，开启人灵体神脏。还真的是功法。是炼道，求凌驾天地之上，炼血一层神通，通宝法眼。难道是这玩意儿？难怪红衣女人把我扔到青云宗，她绝对看出我身怀逆天体质，怕是在把我当猪养，等我成长起来就收割。必须尽快变强，不然迟早任人宰割。这才是武神诀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有神级功法加逆天金手指，想不强都难。我去，不会是白景儿把我身份举报了吧？你就是纯小白？对，我就是。你们是？是你就好。我们程师兄看上你这洞府，特来上门挑战。唉，吓死本大王了！原来是抢洞府挑战，搞得跟抓奸细一样大阵上。这两位是执法堂师兄，过来维持挑战秩序。此事定然是赵无缘不甘心昨日落败，找人替他出头。那我可以不接受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没彩头的事我不干，要么赌上全部身家，不然我就回去睡觉了。既然师弟想加彩头，那我便陪你赌。这是我的全部身家，输了，洞府归你，储物袋也归你。发大财了，这家伙是个大肥羊。我如今炼血2层，再加暴走模式，找准机会偷袭一拳撂倒，稳赢。你的也交上来，让方圆做公证。哼。师弟，请出手。等等，我先问清楚，一不小心把你打伤，不用赔钱吧？你在执事堂登记正规挑战，只要不出人命，宗门不予追究。那有什么挑战规矩不？无特殊规矩，不闹出人命即可。那就放心了。你准备好了受死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咦，宗主大人怎么有空亲临观战？承让，承让。这也行？说好的剑修对决嘛，太不要脸了，居然搞偷袭，这是作弊取胜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作弊了？开战偷袭，根本不算正大光明比试。就是太耍赖了。开战前我再三询问规则，是你自己没听清楚，怪谁啊？哼，宗门挑战条例里有没有写明不许偷袭？确实没有这条规矩。那不就得了？我把他击倒，不伤性命，合情合理合规，怎么就作弊了？你身为剑修，怎能用这种旁门左道的偷袭手段？谁规定不能偷袭了？规矩里有写吗？哼，你要是不服，赢了我，储物袋都归你。这家伙故意让我上钩，说不定他有遮盖境界的法宝，我过去也是吃亏。别怂啊，不敢来是吗？这哪里是剑修，我看是剑修差不多。开门，回院。纯师兄高明，这哪叫偷袭，这叫兵者诡道，深谙战斗真谛，我们都受教了。还是你小子会说话。我击败陈浩轩，能进外门前100。当然，陈浩轩是外门天才榜第95名，领悟剑意的剑修，稳居榜单3个多月。那你排名多少？我在3万名差外。炼气7层都排3万才外，外门炼气后期弟子起码10万起步。这个赏你的。多谢大王。不错，本大王看好你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本大王手底下的2当家了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记得把本大王的院门带上。是，大王。这榜上天才也太肥了，足足是野鸳鸯身家的10倍，以后发财就刷天才榜。以我现在炼血4层的实力，再对上赵无缘，绝对能吊打他。尼玛啊，本大王是属吞金兽吧？这么费钱，这可咋整啊？这是榜上大哥来了。哎呀！欢迎！你们都是来挑战我的吧？对，本少就是来挑战你的。
我们是来看你这卑鄙小人被打残的！你给我出来，说清楚谁是小人。这位是石磊师兄，外门天才榜第80名，剑修榜排名第3，第80名。这位师兄，您都是排名第80的大人物了，来挑战我这个第95名的小角色，这个怕是不太公平吧？你要想投降也行，交出洞府镇符，再将你昨天赢走的我兄弟的储物袋还回来。啊，这个也要交出去啊？宗门有规矩说，赢到手的东西还要还回去吗？这个倒是没有。那行，我剑法不如你，我认输，算你赢了。不对啊，不是说这个家伙脾气火爆，肯定会接受挑战，然后想办法故技重施，偷袭自己取胜吗？纯师弟，要不这样，你接受我的挑战，本少要是赢了，你只需要将那个储物袋还回来，这洞府嘛就不需要了。那我要是赢了呢？不可能，本少剑意早已小成，对你这种才摸剑意门槛的剑修有着天然的压制。你只需要返回储物袋，以后你在这外门，本少罩着你。你可以打听一下本少的威望，保你在外面没有任何人敢欺负，能被榜上前100名的天才罩着，以后在外门就能横着走了，太让人羡慕了。口气真大。那万一本大王说的是万一，要是你输了呢？剑意小成后，同阶论剑我从未输过，他一个连剑意都没有的家伙，怎么可能赢我？这里是本少全部的身家，你要是能赢，这些就全都归你。等的就是这句话，就得装的一副没把握的样子，才能薅到这些榜上大佬的羊毛。我去，果然是榜上大哥，口袋比陈浩轩那家伙扎实1倍。好，小白，赶紧过来！你这个混蛋，自己惹的麻烦，还要把我拉下水。你呢？这次绝对不往天上看了，可不能再被这小子耍了。就算他不故技重施，万一用暗器偷袭怎么办？必须小心。师弟，请赐教。请赐教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看石磊师兄怎么把这小子按在地上摩擦。剑法讲究轻灵飘逸，都是单手握剑，他双手握剑，沉重又笨拙，他到底是不是剑修？看剑！这小子身上没有丝毫灵力波动，居然靠肉身力量就把我震退了。炼气8层的榜上大哥，果然有2把刷子，你有资格做本大王的对手。不好！看剑！上当了，他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近身肉搏。看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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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让，承让！这个家伙作弊！谁他妈说本大王作弊的？给老子站出来！说好的比剑，你怎么能用拳头呢？你妹的！宗门哪条规矩说了，老子不能用拳，非得用剑？这个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。说好的比拼剑法，结果用拳头偷袭，和之前的手段一模一样，太不要脸了！石磊师兄明明是被他耍鸡打败的。发财了！你们还有没有人接着挑战？赢了，我身后的洞府还有这些，可都是你们的哦！这个家伙太阴了，完全不按套路出牌，太不要脸了！谁敢挑战啊？来，胖子，陪本大王进去喝2杯。小白，跟上啊！这个惹祸精，这下好了，我以后在外门想不出名都难了。大王，恭喜您晋升外门弟子天才榜第80名。这个家伙真的是土匪，方圆都喊他大王，他是把山大王的套路全带到青云宗来了吗？第80名算什么？本大王过几天兴致来了，给你们刷个榜一看看。好，大王威武！小白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被本大王的王霸生气给迷住了？呸！
天才榜第1名，那可是早就进入筑基期的师兄，可不是炼气期弟子能比的。不就筑基期吗？等本大王再修炼几日，照样给他刷下来。对了，你回头把天才弟子榜的弟子名单给弄过来。啊，大王，您真要刷榜啊？这是本大王赏给你们的，拿去分了。皇阶极品功法，全都是传功堂2楼的珍藏品，一本最少要500贡献点。多谢大王！白师妹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谢谢大王！谢谢大王。行了行了，你俩去隔壁，将外门弟子天才榜单给我抄写一份。来，白师妹，你先挑。这做土匪的都这么赚钱的吗？发财了！单是灵石就有1万块，丹药50多个瓶子，还有不少材料和灵药，这次真是赚大了。我去，这修炼也太他妈烧钱了吧！从炼血4层突破到炼血5层，竟然需要5万灵石！不管了，先找本功法练一下。青云宗的神识修炼功法，炼气4层刚好能修炼。以后开张的时候，方圆10里的动静都能看清，找肥羊就方便多了。而且脑子里还有个东西，得用神识看看是什么。我去，这是送福利吗？什么人？好帅了！现在就让本大王看看，脑子里到底藏了个什么玩意儿。本大王脑袋里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个小塔？难道那个红衣娘们是看中了老子的这个宝物，所以才盯上老子？她肯定是等我修成金丹，识海稳固，就强行闯入夺走宝塔。这女人容貌绝世，心思却这般歹毒，竟敢觊觎本大王的宝贝！必须拼命修炼，10年之内强到能稳压她一头，绝不能让宝塔被抢走。武神诀怎么变成画像了？这人怎么长得跟那个红衣娘们有点像？你妹的，这不会是在提醒我要小心那个娘们吧？这个是，这看着莫非是少林龙爪手一类的爪法？拳腿我样样精通，唯独爪法没练过。来都来了，索性练一手。司天手所谓司人，并非蛮力撕扯，专攻人体经脉骨骼衔接搏斗，瞬息拆散人身365块骨经脉，来震断720条绝学。我去，这功听着就屌炸天，跟修分诀一样，自动领悟精髓了。可惜只有第1层，想修后续恐怕得踏入小塔第2层才行。不错不错，以后再有不长眼的来招惹，直接给他原地拆了。嘿嘿，看这格局，这应该只是整套大神功的残篇，更高深的招式都藏在塔的上层。踏天步第1式踏影千寻，身形化入阴影，隐匿契机，速度暴涨。前行偷袭绝架。第2式踢云，一步登天，凌空空踏虚行，亦堪比缩地成寸，触及空间法则皮毛。大成之后，咫尺变天涯，山河一步跨。这太适合我了，打不过直接跑路，天底下谁能追得上我？到极限了，主动入塔停留时间比之前被动拉入塔还要短。要不今晚出去再干一票，试试水？大王，您接到通知没有？封主召集青竹峰山顶所有弟子，即刻前往封主殿议事。妹的，不就瞄了一眼，至于这么记仇吗？啊，那还不快走！你们去吧，我就先不过去了。那你就在我洞府门口守着，
要是有天才榜弟子来挑战，就给人沏杯茶，让他稍等片刻。希望他不要被封主发现了，不然就麻烦了。这帮人搞得紧张兮兮的干什么啊？大王，您有所不知，咱们这位封主脑子有点不太正常啊，他是个神经病。小道消息都这么传，我也不敢确定。听说他早年是内门顶级天才，得罪大人物后，修为根基被废，神魂也受了损伤，性情变得喜怒无常，还喜欢随意废人修为。宗门无奈才把他打发到青竹峰做闲散峰主啊，还喜欢废人修为。完了完了，要是我被认出来，下场绝对凄惨。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露半点破绽。不对啊，你一个练气7层的，是怎么住到峰顶来的？那个大王，其实我是帮人看洞府的，等人家历练回来，这洞府是要还给别人的。合着你就是个看大门的，难怪小嘴那么甜。我能看透这些人的气息境界，应该是神识修炼有成的缘故。我去，这女人果然长得带劲，而且我竟然看不透这个女人的境界。本封主素来吃素，今日忽然想吃兔子，你们依次上前，用这萝卜给我雕一只兔子出来。用大砍刀雕萝卜兔子，封主这脑子果然不正常，想吃兔子直接捕猎便是，何苦为难我们？此乃筑基丹，谁雕刻的兔子能入本丁主眼，这枚筑基丹便归谁所有。筑基丹，黑市能卖到3-5万灵石，宗门功勋兑换排队至少3年，错过筑基最佳时机，仙路直接暗淡，这是天大的机缘。3-5万灵石，这不就是白送钱吗？老子刀法精通，上能雕龙，下能切肉，雕只肥兔子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可道场全是男弟子，会不会是故意设局试探我的，让我用大刀雕兔子？我平时切菜都能切到手，根本没戏。你们滚出去！封主饶命！弟子已然领悟，雕刻精髓，定能雕出你心仪的小兔子。这女人真是喜怒无常，一言不合就动手。过来，滚！这娘们果然有大病，完全不讲道理。这是一碗灵魂残化作翻飞，化作萝卜皮翻飞如。下一个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根本不是试探偷窥狂，分明是被我偷看心怀怨气，故意折腾我们出气。你过来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大王的艺术水准。这帮人雕的再好，也缺几分意境。封主，弟子这作品主题名为团团圆圆，这是爷爷奶奶，这是父母，这是儿女，阖家团圆，福气满满。完犊子，本大王不会真被这个娘们发现了吧？封主，你要是不满意，弟子还有更厉害的。剩下的人都滚吧。好嘞。你留下。完了，这娘们8成认出我就是偷窥的人了，可我全程没放神识，她到底怎么看出来的？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封主，弟子修炼的是宗门青云诀。入门多久？不到10天。什么境界？炼气4层。住在峰顶。对。为何窥探本座府邸？好奇。那个啥，封主，弟子刚才没听清，您再问一遍。你在我府邸里看到了什么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我操，这女人套路太深，直接把我绕进去了。不是说她是神经病吗？脑子转的比我还快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纯小白。行了，你走吧。刚还心思缜密盘问我，转眼就放我走。我去，这女人果然脑子不正常。早知道她不追究，刚才直接把筑基丹顺手拿走多好，亏大了。天生神魂异禀，难道我等的人就是你？咦，云峰主，你在等谁？那个弟子有东西落在这里了，特意回来取一下。
多谢云峰主赏赐。这是瞬移？不对，还好那娘们没追上来，对方明明认出我就是偷窥者，却没有动怒，反而格外宽容放自己离开，这不就是变相温柔吗？我去，这女人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一开始明明有杀气，盯着我看几眼就收敛，态度大变，妥妥的一见钟情。管他呢！这是榜上大哥上门挑战来了。不好了，拿人让进行，这边快去着！陈师兄，这些师兄都是特意来挑战你的。挑战？你们几个都是来挑战我的？对，赢了，这储物袋里东西全归你；输了，交出你最近赢来的所有储物袋，还有这座山顶洞府。你妹的，一群穷鬼，想来空手套白狼，储物袋里80%都是空的。滚！宗门规矩，一人一日接受1次挑战即可拒绝2次。今日他已应战过，你们请回吧。你妹的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来挑战本大王？三当家，我不是让你只接天才榜榜大哥的挑战吗？怎么什么人都放过来？我跟他们说过了，可他们不肯走，执意要挑战你，我也拦不住。行了，下次注意。本想重立山寨，现在一天就等来几个穷鬼，攒钱速度慢得离谱，什么时候才能成事？难怪之前来挑战我的全是剑修，修仙界同赛道竞争最激烈，丹道、剑道皆是如此，别的道修根本懒得跨界找人切磋。奇怪，石磊明明是落霞峰弟子，怎么能来青竹峰挑战我的山顶洞府？大王，您有何吩咐？给他的时候推三阻四，拿到手倒是看得入迷。三当家，我问你，洞府挑战不是只能同峰弟子互相比试吗？怎么别的峰弟子也能来青竹峰抢洞府？是咱们峰主向来不管峰中弟子所事，别的峰弟子想来挑战，都能随意过来。其实青竹峰好几千弟子，大半都不是本峰原生弟子，都是外峰过来抢占洞府的。你妹的！那这青竹峰不成了谁都来踩一脚的公共厕所了？这个峰主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就任由自己峰下的弟子被人随意欺负。那我能不能去别的峰挑战别人洞府？不行，其他峰规矩极严，严禁外峰弟子踏入，更不许跨界挑战洞府。合着就我们青竹峰好欺负，只能任人上门找茬。大王，你要是想主动找人挑战，可以去宗门大演舞台，直接挑战天才榜上的师兄们。啥玩意儿？天才榜还能跨峰随便挑战？可以的，不过天才榜越往上实力越强，不少人都能越阶应战。挑战有什么门槛规矩？没有门槛，只能低排名挑战高排名，而且被挑战者必须人在宗门内。每位上榜弟子每月有1次无理由应战名额，用完之后就能随意拒绝别人挑战，不受宗门责罚。这好办。早知道有演舞台天才榜这个刷钱宝殿，我还用得着守着洞府等人上门，这下发财机会来了。江湖儿女不拘小节，不必拘谨，明早去演武场。不拘小节，吃亏的又不是你，本姑娘好歹也是大美女，被你占了便宜，你居然半点反应都没有，难道我长得不好看了？那就是天才挑战台。那位是演武场管事副长老，负责登记挑战，维护天才榜榜单。那今天就从这里开始，正式打响本大王的名声。副长老，弟子要挑战天才榜上榜师兄。这小子面生得很，刚来就敢挑战天才榜，怕是新进弟子太过屏障。你想挑战第几名？我挑战天才榜第100名。不在宗门。那第99名？不在。第95名程浩轩，人在宗门，可以应战。程浩轩手下败将，家底都被我薅光了，打他没油水。长老帮我再往前排几个。100名都没打过，还敢嫌弃95名太弱，这小子也太狂妄自大了。后20名里只剩第85名石磊，可以接受挑战。合着能薅的都是已经被我掏空家底的，没半点油水。长老，您直接往前翻，谁能应战我就挑战谁，不挑排名了。本想逐级刷榜慢慢攒储物袋，现在看来想简单了。小小年纪狂妄自大，
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日非得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目前第50名陆莽在宗门可接受挑战。亏大了，直接从50名开打，按规矩低排名不能越级回头刷，等于白白少赚几十个储物袋。长老，您再仔细查查，前50真没第2个能挑战的了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哼，没有，本长老镇守演武场100年，谁能接战一清二楚？50名往后，要么不在宗门，要么已被人挑战过。你妹的，运气也太差了。行，那就挑战陆莽。也罢，就让你栽个跟头，认清天外有天。在一旁等着吧。是哪个不开眼的敢挑战老子？赶紧滚出来！打完你老子还要修炼，再磨蹭，我让你1年都爬不起来！我去，这么嚣张！是你爷爷我挑战的，怎么着？你这小子谁啊？看着像新来的入门弟子，也太狂妄了。块头倒是挺大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。你，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敢小瞧我！天才台下严禁私斗，要打就上台比试，谁敢坏规矩，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。上台之后，老子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。等会儿我就让你亲身体验什么叫真正的中看不中用。副长老，弟子身份令牌忘带了。叫什么名字？纯小白。你看着也不蠢呢。擂台比试严禁服用丹药，不得动用2节及以上法宝符箓阵盘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性命。不敌可直接投降，被击落地或打出擂台即为落败。2人可有异议？我没问题。长老，我想问下，比试允许偷袭下黑手吗？好家伙，上来就问能不能偷袭，也太不要脸了。凭自身实力出手，偷袭应变手段皆算本事，规矩不限制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比试，长老，打赢了有啥实打实的好处？你还想要好处？能登天骄榜就是最大荣耀，能参加宗门试炼，奖励拿到手软。合着上榜还要给宗门当牛做马换奖励？那个长老，我可以不挑战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人叫来了，明灯好了，台子站上了，你说不打了，简直胡闹！我不是怕他，就是觉得没实在好处，没必要白费力气。你想要什么好处？直说。不如咱们加点彩头赌约。我这黄阶极品虎头刀当彩头，你赢了归你。就这破刀，还不如本大王的拳头硬。喏，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，赢了都归你。好啊，就赌全部身家。他连引气入体都未必稳固，对手是天骄榜50名真正天才，单凭偷袭怎么可能取胜？准备好了吗？能不能再稍等片刻？等？上台没有等的机会，早点把你打趴下，老子早点发财。这好像也不行啊！陆师兄加油！陆师兄为我！好好的擂台比试，生生生演成了猴戏。这小子是属兔子的吗？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只会跑有什么用？陆师兄快放大招废了他！这哪是挑战，分明上来演猴戏逗乐。好啊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
今天非要打断你的双腿，看你以后怎么逃！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，我直接跳下擂台认输！我跟你拼了！这是怎么了？陆师兄怎么自己摔下来了？是啊，怎么好好的自己就摔下来了？难道是最近这几天生活不太检点，有点肾虚了？啊，我这是赢了，出了擂台就算输对吧？我纯小白赢了！纯小白胜！副长老，刚才入口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副长老，咱们的彩头呢？我的全部家当就这么没了。这也太菜了，赢得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你不过是运气好赢了一场，有本事你再接着挑战。第49名的王师兄刚好在宗门。对，你有本事就接着挑战，别以为赢了陆师兄就了不起了，不就是什么狗屁王师兄吗？有本事你们叫他过来，看本大王不打得他满地找牙！哼，嚣张，你有本事别跑！哼，你们随便找，有一个算一个。今天谁要是能击败本大王，本大王这全部家当就全他娘的是他的。副长老，这位纯师兄还要接着挑战，请您赶紧联系王师兄过来应战。你真要接着挑战？我怎么不敢了？刚才的豪言壮语都喂狗了？我就知道你是个怂包，只会耍嘴皮子。挑战，今天必须挑战！本大王就让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好好看看老子是怎么把那个什么狗屁王师兄按在地上摩擦的！喂，就是他，王兄！听说有一个嚣张的家伙要用全部身家当彩头来挑战我。家当带来了吗？我的家当向来随身携带，只看你敢不敢过来挑战了。王师弟，请赐教。这愣头青就是来给我送彩头的，一点不敬，根本不知计较。坏了，他赢了陆莽全部身家，竟然直接把陆莽攒的符箓全拿来当大法，太不讲武德了，简直不要脸！居然想用符箓耍赖取胜！王师兄，看招！卑鄙无耻，太不要脸了！全是我省吃俭用攒了3、4年的宝贝符箓啊，被这小子跟扔废纸一样挥霍。早知道这小子这么无赖，刚才就不该只说点到为止，该叮嘱对手往死里下手。你给我站住！黑剑符，哎呀，说错了，这是下品火球符。王师兄居然主动跳下擂台认输了！哦，主动跳下擂台就算认输？哎呀，随便玩玩，怎么一不小心又赢了？副长老，他仗着外物取胜，胜之不武。对，什么叫不光彩？底牌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没实力怎么赚来这么多符箓？我赢了陆莽的加点，再用加点取胜，凭什么不算本事？纯小白胜！我的乖乖，这天骄榜也太好赚钱了吧！我要挑战你，今日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！决你妹！滚！纯师兄，这天骄榜这么好赚，不如再挑战一个。天色还早，趁热打铁。是吗？我也觉得挺好赚的。不多赢几把，对不起老天爷的眷顾，一鼓作气，直接杀进前30。你确定要继续挑战？哼，
快看，是韩非师兄和徐薇师姐来了。这位师弟，听说你点名挑战我，刚才多狂，见到真正强者就蔫了，靠运气赢2场，真当自己天下无敌。不是怕了，刚打完2场灵力亏空，状态不佳。2位是外门标杆，赢我胜之不武，不如容我歇息2天养精蓄锐，再正式挑战。你要是不想挑战，就把刚才赢的2个储物袋还给王师兄和陆师兄。凭什么？这可是我凭真本事赢来的。那个纯师兄，要不您吃点丹药恢复一下，勉为其难挑战一下。反正今天运气这么好，说不定就又赢了呢。好像确实是这么个理，不过我怎么感觉有点亏啊？我手握5个天骄储物袋，只换1个太亏，万一输了血本无归，还是算了。等我什么时候把这些宝物都用完了再说。加上我们的，总可以了吧？我这5个储物袋都是天骄榜上人物的家底，拿你们这群穷光蛋凑数，当我傻？都回去吧，等下次本大王再来挑战，提前通知你们过来观战就是了。哼，我看你就是怂了。怂？有本事你们凑齐5个天才榜的储物袋，老子立马就跟你们打。这可是你说的。韩师兄、徐师姐，不如我们凑一凑。既然王师弟愿意成人之美，那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。看好了，现在储物袋已经凑齐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只是什么？有本事就接受挑战，没本事就把赢来的储物袋还给人家。对，现在要起身！凭什么？这是老子凭实力赢来的。韩师兄，你看我这来都来了，不如也让我们参与一下，多加点彩头，说不定这小子就动心了呢。好，这位纯师兄，现在可是有7个天才储物袋当彩头，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要不要挑战试一下？万一就又赢了呢？7个？那好吧。纯小白，你想好了，确定要继续挑战？那我挑战这个女的吧，看着好像弱一点。我实力比韩非还高一个名次，竟然被他当成了软柿子。行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啊，这就接受了？不过这位师妹，我可先告诉你，等一下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。给我等着！这不行，这第2次不能再用符箓了。对，老是用符箓算什么本事？有意思吗？凭什么不能用？这都是我靠实力赚来的，赢来的。纯师兄，咱们这次不靠符箓，堂堂正正打一场，行不？那凭什么？你怎么不说徐师妹不用武器？徐薇修的乃是玄冰诀，手掌便是最强的武器。徐师妹不得使用任何武器，包括防御法器。我也保证，绝不使用任何一张符箓。谁要是违反了，就算自动认输，行不行？好。既然如此，2人上台吧。小师妹，请赐教。小师妹，看剑！这不是寻常御剑术，是纯粹到极致的物理力量，力道惊人。这家伙太无耻了，哪有这样比斗的？把法器长剑当暗器扔。此子力气极大，这一抛绝非胡乱为之，这威力速度堪比炼器后期全力一击，再加上法宝加持，寻常炼器器护体降气根本挡不住。太会钻空子了，不让用符箓就拿法器当符箓用，这
简直不要脸！只想冲上去把他摁在地上，好好教训他一顿。这种抛掷法器的方式杀伤力虽强，但法器笨重，他每次抛出都要停顿取物，而且需要一定距离才能发挥最大威力。只要我近身，他这招就彻底没用了。看招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腿怎么突然麻了？哎呀，你怎么老是伸腿让本大王摸？你不对，这家伙用毒。这一箭要是射中，虽不致命，但必定刺穿七海丹田，我一身修为就彻底付诸东流，沦为凡人了。输赢不重要，保住修为才是第一位。哎呀呀呀！徐师妹，你这太不讲武德了！不是说好的不准动武器吗？你怎么能动武器？完了，我的家当全没了！完了！数年积攒的资源，这下全打水漂了！卑鄙无耻！竟然给我下软金伞！什么软金伞？师妹，做人要凭良心啊！你违反规则就是违反规则，输了就输了，何必耍赖呢？副长老，这个家伙给我下毒，他作弊！下毒？他给你下的什么毒？可有证据？他给我下了软金伞，使我双腿无法动弹，只能被迫捡起武器抵御。软金伞？你确定你中了软金伞，脚下无法动弹？怎么回事？刚才明明双腿无力，和中了软金伞一模一样，怎么突然就好了？对啊，你一直站在台上凶巴巴的，哪有软的样子啊？肯定是他刚才趁乱给我解了毒。你又在欺负老实人是吧？我刚才碰都没碰到你，怎么给你下毒？一指隔着你8丈远，又怎么给你解毒？再说了，你有听说过隔空下毒、隔空解毒的吗？你有听说过中了软金伞还能这么精神抖擞站着？纯小白胜！徐薇师姐，说好了不准动武器的，你怎么能忘了规矩？我没忘，就是这个家伙使的阴谋，他肯定用了什么阴损招数。师妹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是在说副长老老眼昏花，没检查出你中毒的迹象？老夫已经仔细检查过，你体内没有任何中毒迹象，更没有任何经脉损伤的痕迹。如果你依旧不服，可以去药师堂再做检查。我明明被他摸了2下就腿麻无力，绝不会错，肯定是他用了某种无法被察觉的阴损招数，可副长网都检查不出来，去药师堂也没用，无耻！这娘们也不是什么好人，看着冰清玉洁，结果一点矜持都没有，跟着一群男弟子来欺负我这个老实人，输了还耍赖，活该！肯定是这个娘们故意放水，坑我们输光家当，就是怕我们资源超过她，争抢那个历练名额。那个长老，那储物袋是不是该给我了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从炼器到筑基的资源，这下应该够了吧？哈哈哈哈！方师弟，你还真说对了，这天才榜的钱就是好赢啊！真没想到出来转一圈，直接发财了！哈哈哈哈！走，回寨，不对，回洞府！哈哈哈！明日，排位第20的碎骨手李狂师兄就历练回来了，每一次都是一力降十会，一招制敌。没错，李狂师兄每次历练回来，都会横扫天骄榜末流助兴。对，他绝对能治得了这无赖小子。而且那个死胖子方圆，以前就是李狂师兄的小跟班，要是知道自己的狗腿子背叛，认了新主子，肯定会出手清理。还有没有挑战者？没有就散了。哼哼，有意思。发财，这次是真发财了呀！
真不愧是干土匪的。来，二当家、三当家，多谢大王赏赐，大王威武霸气，这是赏给你们的，拿着赶紧提升实力。以后本大王还要靠着你们开疆拓土，将来我们一定能一统修仙界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太贵重了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怎么看不起本大王是吧？多谢大王，他虽然无耻下流不要脸，但给钱的时候是真的帅。大王，您还有其他吩咐？你们去给本大王打听打听，天骄榜前39名里还有哪几个是人傻钱多还在宗门里的？无论强弱，只要有钱就是好肥羊。好嘞，大王放心，小的这就去。不应该这么穷吧？灵石全部加起来才5万，好在还有这些灵药，明天还有更大的肥羊等着我。蚊子再小也是肉，先消化这些东西，提升实力，再把天骄榜刷穿。坑爹啊！5万灵石砸下去，就像一瓢水倒进缸里，就掀起一个浪花。炼血4层，距离5层还是差一步。我去，虽然败家，但炼血中期的力量感得劲儿啊！这钱花的也值。都过去3个时辰了，2个当家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是出事了？这他妈谁干的？好胆！你这个邪修终于肯出来了！你妹的！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在本大王的地盘撒野？说，这谁干的？我干的。怎么了？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大王，别冲动，他们还没把我们怎么样？不对劲，上次赵无缘带人来挑事，执法弟子立马就来维持秩序，这次这么多人堵门，竟然没有执法队的影子，有意思。别啊，大王！宗门规定不许私下斗殴，要被废除修为，逐出山门的。只要你伤人，我就能顺理成章索要赔偿。很好，本大王就喜欢你这种不怕死的人。匹夫之勇，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粗鄙手段。纯师弟，你抢了别人的东西，现在又想动手伤人，看来你这匪徒的名头是坐实了。你这看人的眼光还挺准。那本大王今天要是不揍你一顿，岂不是对不起你这份眼光了？这家伙真敢动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全身的骨头都被打断了。现在该你们了。你不要过来！私自重伤同门，轻则逐出宗门，重则废除修为。重伤同门？我什么时候重伤同门了？你这是当我们都瞎了吗？人全身骨头都被你打断了，就在你脚底下躺着呢。这怎么回事？他全身的骨头不是被打断了吗？怎么还能自己站着，还能抬手？这是什么手法？竟然能精准拆开一个人全身的骨头，还能完好复原。你们有没有谁也想体验一下？不用了，纯师兄，不用。那你们还不给本大王将他们放下来？你妹的！谁今天谁敢踏出这个圈，本大王保证他这辈子都别想再站起来走路。不敢，纯师兄，你还有何吩咐？吩咐？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流程没走？流程？什么流程？你们打了我们，还把我们吊在树上，难道就没一句道歉的话？不用赔医药费吗？赔钱？柳长青的身份不简单，他哥哥是内门天骄，根本不是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弟子能得罪得起的，这下麻烦大了。拿吧，等执法堂的师兄来了，看你怎么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你找死！你丫的还想再体验一遍？没有。我看你就是想再体验体验。这个给你。你这眼力劲儿果然不错。刚才接到举报，说此地有人私下斗殴，都有谁？自己站出来！李队长，就是他，这个新来的弟子无故殴打同门，还抢夺我们的财物，你
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给我拿下！你妹的，等等！你凭什么拿本大爷？凭什么？宗门有规矩，任何人不得在宗门内私自斗殴击伤他人。就凭你在此地聚众斗殴，目无门规，击伤他人？那我就要问问你这位李队长了，我击伤了谁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他刚才是如何击伤你的？详细说来。他刚才将我全身的骨头都给拆开了，现场这么多人全都看见了，都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都看到了。他把柳师兄全身骨头拆了装，装了又拆，一共拆了2遍。哼，人证在此，你小子还有何狡辩的？你妹的！你不妨先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他身上有一根毛的伤吗？那老子现在还说他刚刚瞪我那一眼，把我给气出内伤来了。你是不是也要把他抓起来带走审问啊？来，都看看，热烈的马，给我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他身上有伤吗？这好像确实不像受伤的样子。可他也确实是打人了，刚才那骨骼碎裂声听得清清楚楚。哼，连个伤口都没有，你们就上下嘴皮子一碰，说我打人了？执法堂办案，明面上总得讲究证据确凿，拿贼拿赃，总不能凭几句指证就废了一个弟子。青竹峰峰主向来甩手掌柜，弟子死活不管，这事儿怎么定会，还不是我执法堂说了算。哼，行，我看他确实毫发无损，这打人重伤一事，就算你清白。什么意思？我今天被他拆来拆去，受了这么大罪，就这么白受了？不过，我们执法堂还接到另外一起举报，说你暗中给同门下毒，手段极其卑劣。现在就跟我们走一趟，回执法堂好好配合调查一下吧。下毒？给我拿下！给脸不要脸！本大王不受你们这个鸟气！这个新来的小子，连执法队长都敢拆！完了，我这次接到铁板了。今天要是让他跑了，我日后必遭大祸。还有谁？你妹的！热烈的马，不陪你们这群小可爱玩了，找个山头插旗，继续当我的山霸王，不比在这儿受鸟气舒坦。怪哉，经脉完好，骨骼完好，这手法这力度，那戴迪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操！通宝法眼之下，这老家伙身上透着绿色财气，一看就是财大气粗，实力绝对不弱。张堂主，快，凶手就是他，他出来了！这是你干的？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有意思，手法有点意思，人更有意思。跟我走一趟吧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正当防卫？无论你是不是正当防卫，先跟我去执法堂一趟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张堂主不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吗？往日里见弟子犯错，二话不说就拍晕拖走，今天怎么这么有耐心？就是啊，这待遇也太不一样了。不好，张堂主这是看上这小子的拆人手法了。要是让他把手法献出去，博得了张堂主好感，就算我有内门天骄哥哥，也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头，我告诉你，小爷可不是吃素的。哟呵，小子，你可别逼老夫动粗！我操，这老家伙怕不是金丹期，刚才就该趁他没来赶紧跑路的。完了，要是被这老家伙抓去执法庭，今天怕是真要交代在这里了。老头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警告你，我跟青竹峰的峰主云火月可有一腿的，你敢动我一下，小心他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小子疯了吧？他不知道云火月峰主是个狠人色吗？狠起来连外门门主都敢废，他还敢说跟峰主有一腿？
唬住了。我家小云云昨晚在我怀里可是说过了，谁敢在这外门欺负我，他就扒了谁的皮。老杂毛，我劝你现在先想清楚了。我告诉你，不想死就赶紧滚蛋，不然等我们家小云云来了，我这嘴巴可是管不住，到时候有什么不该说的说了出来，你可能要倒大霉了。我操，这就跑了？这么怂的吗？小云云，多谢你啊！你昨晚教我的办法真好用，这老家伙当场就被我吓跑了。诶，云峰主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弟子明白了，您定是特来为我主持公道的，多谢云峰主。这般手法，连我都未必能做到极致入微。天生神魂异地，难道我等的人真的是他？这疯娘娘的名头是好用，可这后坐力未免有点顶不住啊。即日起，任何非本峰弟子，胆敢踏入青竹峰半步，后果自负。论长相我比他帅，难道峰主就喜欢这种痞坏的人？纯师兄，纯师兄，先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。滚！好，我滚，我马上滚。奶奶的，门生发大财的计划彻底暴露，以后天才榜谁还敢来跟我切磋送资源？想扮猪吃虎彻底没戏了。行了，都进洞府。完了，天才榜刷榜薅钱的路子彻底断了，看来只能主动出击，干他一票大的。封天旨：第一旨封人体大穴，禁锢气血；第二旨封断修行根基；第三旨封绝生机。这不跟葵花点穴手一模一样吗？你们俩谁会针线功？大王，我会。是您衣服破了吗？没错，有套特殊衣服要加工，跟我来。按夜行衣样式，帮我改一套贴身舒适的行头。夜行衣？这分明是叶风高出门做贼的装束，他这是要……您这是……三当家，不该问的别问，做好这件事，算你大功一件。不错，针线活靠谱，记你大功一件。这天气简是老天爷给我打掩护，不出去干一票都对不起这份天时地利。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得去山下找肥羊。内门高手多，以我现在的境界，去了就是找死。丹霞峰峰才是目标，会炼炼丹的没几个穷人。看来今晚生意不错，又有猎物上门了。你妹的，这是一条大鱼！谁？给我出来！徐师兄，你这耳朵还真是灵，这都被你听出来了。吓老子一跳，还以为我的龟息术被发现了。你大晚上跟踪我干嘛？不干嘛，就是想跟师兄做个交易，求一份噬骨销魂丹。噬骨销魂丹？你妹的，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药。这群道貌岸然的家伙，背地里全是男盗女娼的坏水。你需要多少？不多，10份就够，500灵石一颗，规矩我都懂。师兄你点一点。你这是看上哪位师姐了？师兄应该听说过青竹峰白景儿。是他？你就不怕那个家伙找你麻烦？这个就不劳徐师兄费心了。
胆！你妹！传讯符一旦激发，整个丹霞峰的执法队都会被惊动，到时候别说抢劫，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。风！你妹的，差点玩脱了，还以为一指头给他点死了。这封天旨简直是为打劫越货、杀人放火而生，一指点下去，对方就任人宰割，太好用了。你妹的，竟然敢打我三当家白锦儿的主意，找死！这小子身上的绿光这么强，这封天旨太好用了，改天再进小塔找找牛逼的身法，指法配身法，整个外门都能横着走。差不多了，收工。这一波太肥了，稀奇，真是稀奇呀！竟然有人能将封印阵法如此巧妙地用在人体之上。本以为是定身术，解了一早上都没解开，请教老友才知道，这是封印术，还是能封印活人的诡异封印术。妙啊，当真奇妙！丹长老，我们是让您来救人的，不是让您来开学术讨会夸凶手医好的。丹臣子，这不就是定身术吗？你一大早火急火燎叫我过来，就为了这个？那你去解一个试试。奇怪，体内没有任何灵力禁制，经脉通畅，根本不像中了定身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会不会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？你能不能有点脑子？就算一个人生病，能27个人同时生一样的怪病，而且都是昨晚发作。你再看看，他们的储物袋全没了，财物被洗劫一空。什么？那岂不是有人行凶，给这些人下了阴招？不错，而且他们是被人封印了。封印？我也懂封印术，但从来没见过能把人封得邦邦硬的。寻常封印术也只是限制行动而已。他们的身体从内到外被一层无形枷锁锁死，灵力、气血、神识都陷入绝对静止，太诡异了！好胆，竟然敢在我青云宗地盘上公然洗劫！行了，先别发火，赶紧给他们解开吧。封印阵的原理是阶段灵气补给，没了能量就会自行瓦解。我明明切断了灵气，怎么没用？怪哉呀！这句怪哉我已经听了一早上了。丹长老，你别告诉我这封印你解不开。来，你厉害你来解。这怪哉，竟然还有自成一体不需外力的封印阵。这天底下竟然有这等封印阵，当真不可思议！居然以人体自身的气血作为阵眼，形成封闭循环，简直是天才般的构想。行了，快让天阵峰的陈玄过来看看。小事一桩，不就是中了定身术吗？你话别说的太早，先看看吧。不可思议啊！竟然有人能将封印阵法直接烙印在人体经脉之内。这些长老比昨晚的歹徒还可恶，金丹的力道我们根本承受不住，再这样下去，要么被点死，要么被丹药撑死。快看，李师兄好像没气儿了！来人，快把他们都抬到我丹霞峰上，不许任何人再靠近！外门门主有令，最近夜晚任何弟子不得擅出洞府，若非有要事，必须5人以上结队而行。多谢执法师兄特来相告。师兄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不让出门了？我们外门混进了一位邪修，昨日夜里在丹霞峰公然洗劫，抢了30名弟子。早上起来
就听到他修炼室里喊发财了，肥羊太肥了，还以为他在做发财梦，原来……来，本大王昨天晚上发了一笔横财，人人有份儿。大王，您昨天晚上干啥去了？发了这么大一笔？真的是他干的，他竟然真的去丹霞峰洗劫了。也没干啥，就是出去薅了30头肥羊。30头肥羊，这不跟执法师兄说的丹霞峰被抢的弟子数目一模一样？大王这胆子也太肥了，真把青云宗当土匪窝了。大王，你小声点，如果您昨天真去了丹霞峰，那可是捅了天大的娄子，执法队都上门了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整个外门都戒严了？何止是戒严，我看这架势，怕是惊动了上面那些老怪物了。这下麻烦了，还准备今天晚上加个班，再干他一票。这个家伙是不是疯了？还想着再干一票？对了，你们也有份儿，来，喏，这是你们的。多谢大王赏赐。不错，有前途。你们俩在外面盯着点，有任何变动立刻通报我。是，大王。这下2个家伙彻底上了我的贼船，正好给我将来插旗骊山头招兵买马打下第一根桩子。我只劫财物没伤人性，怎么惊动一堆风主长老？这帮老家伙不至于为几10个外门弟子的储物袋大动干戈。看来宗门不宜久留，得在我杂役甲身份被拆软之前赶紧开溜。就算真被抓了，他们想要赃物，也只能等老子消化完再说。哼，咦！你妹的！6万灵石，连炼血6层的门槛都摸不到。完犊子了！差点忘了，丹霞峰这帮炼丹的背地里都玩脏活赚外快，徐师兄还有赤骨销魂丹这种下流道药，其他人指不定炼了多少毒丹，我全给吃光了，万一被毒死怎么办？咦，不对啊，真要是毒丹早就发作了，哪能安稳到现在？难道老子是天生百毒不侵的体质？那岂不是打也打不死，毒也毒不死，妥妥小强命格啊！距离炼血6层就差1步了。你妹的，这哪是开启神藏，分明是要人命！牛逼啊！如今就算是筑基榜上大哥站在面前，我也有信心一拳干趴下。这么节约，我都送了那么多丹药资源，还用得着苦巴巴打坐？起来了。大王，您这力道，差点把我一巴掌直接送走。不好意思啊，为了补偿你们，本大王带你们下山发大财去。大王，咱们去哪儿发财？别问，跟着本大王就行。那是在干嘛？大王，这是在发征召令，就是宗门下达的强制任务，大多是攻打敌对宗门，争抢洞天逢地、搜刮灵药资源这类差事。搜刮灵药？纯师兄好。给我讲讲，这荡魔大会干嘛的？纯师兄，您连荡魔大会都不知道？宗境之人谁不知魔是第一禁忌，魔是天地不容的阴碎之物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斩杀魔头能去荡魔联盟领巨额悬赏。5年前内门一位长老斩了魔崽子，直接领了50万灵石赏金。50万灵石，乖，魔头这么值钱？值钱归值钱，现在已经很少能碰到了。魔头这么少，还荡什么魔？纯师兄，听听就行，咱们弟子只管奉命行事。别绕弯子，给我说清楚。大王，这是正道宗门的潜规则，看哪个势力不顺眼，就安上勾结魔头的罪名，借荡魔联盟的名义，名正言顺联手灭门。这次的荡魔大会是围剿一个叫天煞谷的宗门。天煞谷是个魔宗？大王，这个天煞谷以前不是魔宗，但现在
是了，这不就是硬给人安了个魔宗的名头吗？那这天煞谷什么来历？据传，这个宗门已经有3000年历史，算是咱们东境最古老的宗门之一了。他们最擅长的是各种傀儡术，一打架就丢出几个傀儡群殴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天煞谷在咱们东境位列千宗前10。难怪要搞什么荡魔联盟，这不就是看人家家大业大，眼红人家的傀儡术了吗？走吧，大王。大王，我们都在这里转半天了，到底干啥去？你们跟紧我就行。前面有一队人，咱们先过去开个张。大王威武，您这速度也太快了！别拍马屁了，抓紧收拾战场。你大爷的，怎么会这么穷？大王，咱抢的都是炼器弟子，想发财，咱必须进入万妖山脉核心区。你妹的，搞错方向了！你俩帮我护法。起床了。这外围已经没什么肥羊了，这100万弟子，咱们才打劫1000多人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一个个穷的叮当响。本大王决定了，直接去中心地带。大王，我们都还是炼气期，这要是去了核心区，一不小心玩脱了可咋办？对。哼，行了，接下来不需要你们参与战斗。啊？不需要战斗？那我们干嘛？接下来你们分散进入核心区，给本大王寻找肥羊。这个不战斗比战斗更危险啊！看来人才不好找啊。刘师兄，听说你是灵月宗的候选圣子呢？原本圣子是不想暴露身份的，不想让你们误会，我是想凭着背景与你们结下这段缘分。但既然你们已经猜到了，那我就坦白了吧。我爹乃灵月宗宗主，我娘乃灵月宗大长老。哇，刘师兄你好厉害呀！碰到本大王，算你倒霉。不好，王师兄被人抢走了！什么？快追！不见了，连一丝一毫的气息都捕捉不到。大家不要慌，现在王师兄被歹人掳走，但由我代理队长，还在争抢队长，赶紧把王师兄找回来啊！咱们这次的收获可全在他身上呢。我再去给你俩找个伴儿。大王，我发现一支小队刚从一个秘境出来，个个身受重伤，现在正躲在一个山洞里疗伤呢。刚从秘境出来，还个个重伤。你说的肥羊呢？老大，你可算来了！他们都在前面呢，您先忙着。走你！6个筑基中期。封天指！咦，这位是霸天宗的师兄？幸会，这位师兄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什么意思？我为何不能在此？不，师兄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联盟大军跟天煞谷的人打起来了，霸天宗的师兄们此刻都在前线主持大局，所以我们看到您单独一人，有些好奇。哦，我是刚刚追逐一个天煞谷的弟子，追到这里来，结果让他给跑了。原来如此，师兄，您可要小心一点，
这片地界最近出了一个变态。变态？听说那家伙来无影去无踪，神出鬼没，专门抢男弟子，而且此人还有一个特殊爱好。啥意思？就是龙阳之好。你想啊，他专门抢长得标致的男队长，这什么意思？您还不懂吗？这他喵说的不是我吗？不过师兄现在不用太担心了，因为已经有10来个宗门的队长被那人抢走，上头震怒，已经下发了通缉令，让我们务必找出这个变态，交给正道联盟发落。听说还有重赏。多谢师弟关心，我还有事，咱俩就此别开。幸亏碰上这几个碎嘴的，不然自己还被蒙在鼓里。眼前最要紧的是得赶紧找几个女肥鱼，给自己正一下名。大威天龙掌一共9式，第1式亢龙无悔，第2式飞龙破天。我去，可以啊！去抓圣女去。在那笑什么笑？还不赶紧过来帮忙！找死！飞龙破天！让你嚣张！无耻败类！就算我死，你休想得逞！如此如风。这性子还挺烈。住手！这婆娘不是那个秦若雪吗？放下他，我任你离去。有飞机！完了，中计了！我去，这娘们也太傻了吧！大王，您让我当信使，将这些留影符送过去。对啊，有问题吗？送去是没问题，可我担心回不来啊。你们傻吗？就不能雇佣其他人来送？还是大王聪明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居然绑架我侄女！所有人听令，给我搜！岂有此理！这天煞谷欺人太甚，真当我们联盟好欺负吗？是吧？来人，跟上那个送信的。是。大王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让我们回来了？那些家伙应该是不想交赎金。您怎么知道？他们要是愿意交赎钱，早就送来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那怎么办？别！大爷手下留情啊！留情？帮我侄女时怎么不想想后果？我没真绑架你侄女啊，我就是想赚点赎金，混口饭吃，至于下死手吗？你是谁？竟敢管我天煞谷的事？滚！此次绑架我侄女，证据确凿，阁下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我说滚，再废话死。好，今日我暂且退走，但此事没完。阁下若敢护着他，我天煞谷必与你不死不休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等等，你还没告诉我。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记住，欠我的迟早要还。欠他的？我什么时候欠过他？